媳妇给他的儿子张拿铁开了一次纯中文的家长会，开席岁。上个礼拜，张拿铁老同志经过了为期8个月的艰苦学习、认真探索，终于从托儿所毕业，升入了严肃认真的幼儿园小班，也迎来了人生第一次家长会。收到通知的时候，我已经出差了。然后张拿铁去这幼儿园呢，就我们小区这幼儿园，他没有外国孩子，也没有外国家长，我就怕他作为唯一一个外国人，他啥也听不懂，我就想让我爸去。大胖友说不，我完全没问题，自己就去了。他去了之后吧，我爸还是不放心。20分钟之后，我爸偷偷也去了。到了幼儿园，来的没有父母，全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大胖媳妇待了20分钟，一群老头老太太围着他。大胖媳妇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中国学生家长的群体。结果旁边老大爷说：“这他们学校总算请了个白外教。”白外教。我爸到的时候，白外教正跟老头老太太们唠呢，因为白外教不知道自己是白外教啊。老头说：“你是老师啊？”大胖媳妇说：“让你猜到了。”因为大胖媳妇确实是人民大学指导博士生学术论文的英语老师，所以就产生了一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误会。人老头问他：“那你的学生英语好不好啊？”大胖媳妇说：“我对他们的要求不只是英语好，他们要用英语写论文，成为科学家。我的学生以后都是博士。”老太说：“哎呀妈，这外教挺会说话。”他老伴说：“我觉得这外教有点吹牛。”给我爸气的，回家就跟我告状。我爸说人旁边有个孩子，姥爷问他说：“哎，那你来这儿之前在哪儿啊？”下午人家的人问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怎么说的了？我说兰州拉面，兰州拉面。对，就知道吃。除了兰州拉面事件，我爸还继续告状，说人家老师说了，这个学期开始啊，我们开设了4个课外兴趣班，信息都已经发在家长群里了，有编程，有美术，有游泳，有街舞，家长们也可以接龙。我爸就问大胖媳妇：“你想给拿铁学哪个呀？”大胖媳妇反问我爸：“那我能学接龙，谁学街舞啊？接龙听着多酷啊！接龙，接龙。”等我回家还拿手机跟我说呢。你看这个家长群，这个接龙就是最受欢迎的兴趣班。你看老师一打接龙，底下1、2、3、4、5、6、7全是报名的。我没看别人报别的，全报接龙。我爸说他本来就听不懂，还不认真听，净打岔。人老师说家长要配合老师培养孩子自主。大胖媳妇说：“今晚我也想吃排骨。”人老师说：“准备好，孩子可能有2年的叛逆期。”大胖媳妇说：“再好吃也不能2年都吃大盘鸡。”如此不认真，还偷偷在手机上刷月饼。人还没回来，先吃上月饼。他这老外眼里，中秋就代表着月饼聚餐。我说中秋是团圆的节日，这月饼也代表着对亲友的思念祝福。月饼我早在抖音商城中秋团圆季备齐了，立减叠券，团圆珍贵，好礼不贵，我们幸福过中秋。从家长会出来，那感觉就是我爸和张拿铁给中间这个大胖差等生开了个家长会。你这汉语是一点也没学呀。刚才老师说2、3岁的孩子叛逆期，脾气大，你听的是啥呀2岁的孩子，一个大，一个大。拉倒吧！我说过多少回了，脾气大是啥意思？脾气大是啥意思？你那耳朵是出气儿呀？出气的。我认识的外国人就比汉语最差。我着急，我为了谁呀？我为了谁呀？你看你现在给你儿子开家长会，你这汉语都听不懂，你学汉语，你给我学的吗？给我学的吗？拿起俺家孩子要上幼儿园，拿铁这不到年龄要上幼儿园了吗？今儿我跟大胖媳妇在北京走了一圈，给他看幼儿园，给你们呈现一下现在幼儿园有多卷啊，净上花活。家长您好，我是今天负责接待您的铂金咨询师比安卡，很高兴为您服务。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的安保团队 come from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 ，which is America。他们擅长格斗、擒拿。他们曾凭借着咏春的拳、奥特曼的光，徒手穿过了布鲁克林的枪，全方位无死角守护您孩子的安全。国际保安很不错。家长您好，您不用担心，我们的外教均来自发达国家英语为母语的地区，所有的教师都具有超高学历，有来自加拿大的博士老师 Jay， Good morning, class.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fruits. 有来自法国的金牌教师 Alexandra， Bonjour, mademoiselle. Comment ça va? 有来自伦敦的双博士教师 Dickens。 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ea. 您的孩子喜欢哪一种口音？我们为您定制。在经过了我们沉浸式国际化口语培训之后，我们的宝宝都有着纯正的伦敦发音。Amazing。Emma。家长您好，您不用担心，我们的膳食均为国际认证的营养师进行搭配，由米其林6星大厨亲自掌勺。米其林真的很不错。除了专业的厨师团队，我们还为宝宝设置了餐前品鉴环节，从肠道健康出发，内外兼修，从根本提升宝宝的成长保护力。我们还有大礼相送，为您的孩子量身定做一份 VIP 快乐成长手册，比如推荐强健肚肚的口粮，让宝宝吸收消化为上，呵护宝宝肠道健康，营养摄取事半功倍，美素佳儿圆圆。荷兰这家牧场鸡翅自然营养真的很不错。这个我倒同意，都说肠道是人体最大免疫器官，那孩子要是肚子强健，体质肯定好。但是你们这个外教，我看着这肠道是有点拥堵呢，是不？那是因为他的童年没有喝美素佳儿。
这又是一个好问题。关于温度的问题，您不用顾虑，我们幼儿园的保暖设施是原装进口，斩获了俄罗斯年度热布斯尼沃斯奖。我们配备了6个锅炉师傅，24小时全天候待命，白天黑夜火力全开，保证我们的宝宝无宫寒、无湿气，出国考编都给力。6个锅炉，真的很不错。最后我们一问价，大胖媳妇决定把拿铁送回铁岭寄养。哎，上次我不唠我老公有多抠吗？追我的时候为了图便宜，在殡仪馆对面给我买束黄菊花，好全给我送走。其实我还没说完呢，他那抠事多了去了。我再给你讲一个他把俺俩婚戒卖了的故事吧。俺俩这结婚之前不得整对婚戒吗？婚礼上好换，就指这块掉眼泪呢嘛。但是走遍伦敦的这戒指都太贵了，他就开始动心眼了，跟我说，你知道这个 Diamond Lasts Forever 就是钻石象征永恒这话，其实是商家的营销手段吗？告我那永恒的东西多了去了，玻璃球、塑料袋、千年皮带、易拉罐，其实都能放住。你要非得追求这个成双入对的这个奖呢，咱俩可以养对王八。那我呢，我也俗人一个，那别人有的东西我拱也想要。他一看在我这不好使，他就只能在他自己这个戒指上抠。我都不知道他最后是咋找着的，反正在网上找着一个地址在东欧哪个国家的，用各种奇怪金属给人私人定制戒指的这么一个小网店，店主的名叫海豹的男人。就是我能接受是我货比三家买便宜的，但是像钻戒了、口红了、好的水和油了，那我也不能太缺。跟我相似心理的姊妹们呢，可以上实货，正品的大牌美妆比专柜便宜大半。完，我老公给自己的戒指选了个材质叫钨，就为了跟我叫嚣，这才是世界上最坚硬的金属。反正真便宜，49磅包邮。而且吧，他还跟这店主就这海豹的男人还讲了个条件，就是邮来的时候还赠送个服务，就这戒指里边还帮忙给刻新娘的名字。但是他这刻字是机器自动刻的，外国人名不长嘛，所以就机器就只选定这个名，他不打姓，一般就刻这个什么 Lucy、Sophie、Coco 啥的。结果咱中国人写名这个顺序不和外国人是反的嘛，他就直接把我姓打上去了。等了2周时间呢，我老公私人定制的这个钨戒终于到了，他一直憋着没跟我说，想给我个惊喜。结果戒指到的时候，他老兴奋了，把大灯都给关了，点的烛光，含情脉脉的跟我说，这个戒指呢，不但坚硬，而且只写着我要娶的人。结果他冲着我把戒指一反转，我一看里边写着张。我说你彩礼准备多少？你娶这么大姓啊你？还只写着我要娶的人，你把大中国你都娶了，还张。我老公一看掉链子了，就赶紧联系海豹的男人。海豹男人一听，也说对不起，我没接触过这种姓写到前边的呀，那咋整？再给你邮一个吧。我新邮了这个呢，又出岔了。这机器识别汉字的时候，把我的名给识别错了。这个错误举个例子呢，就是相当于把张彩玲打成了张彩锤吧，就是这字儿看着还挺像，但因为有错别字就不是我的名了。完最后这海豹的男人没办法，就赔本又给邮了一个，总算对了。反正最后俺家49块钱捞着仨婚戒。结果我老公这个抠人啊，居然想出了个损招，上他买戒指这网站上去卖戒指去了，就把前面这俩错戒指给挂上去了。标签是世上最坚硬的金属戒指，内侧有古汉语、东方哲学艺术刻字。那个刻张的那个戒指没有人来问，但是刻张彩锤那个居然有好几个人来问，其中有一个叫杰夫的男子。你知道国外有一种群体，就是自称热爱东方文明，一生追求仙丹好行，但是自己本身基础文化还有点不行。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就汉语一个字不认识，但是就是迷恋汉字的美，让艺术家往身上纹一排汉字，结果这艺术家也一个字不认识，可能是从车牌上随便选的字儿，结果身上写着一排京津冀绣京津。这杰夫就是类型的，哎呀，好奇灼热，来买的时候还问我老公，这刻的汉字背后有什么故事？我老公说的，好像就是哪个名人的名吧。但我心里还是过意不去。你说万一这杰夫也拿他当婚戒呢？那不最后等于带着个张彩锤去迎娶了别的女人吗？最后俺俩没管他要钱，就白给他了，让他回家自己琢磨去吧。结果过几天，杰夫神神叨叨给我老公发短信：亲爱的杰米，谢谢你的戒指，我把这几个精灵般的小字背后的语言与文化深刻的挖掘了一下子。你可能低估了这个叫海豹的男人这位艺术家的灵魂厚度。我仔细查了一下，这个戒指中汉语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我生而自由。